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又来到Ivy的蓝舍蓝分。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春石斛催花，如何让它真正的爆花。这个是催花的结果，它经过了低温控水的阶段，迅速的进入半休眠状态。醒来之后，最初的2次有技巧的浇水，然后恢复正常的浇水。今天接着要分享的是对爆花影响非常大的肥水管理。现在看到的这盆花的这个状态呢，我已经用过了2次这种高磷钾的肥。这盆花在我的视频第39集里面，当它刚刚醒来，还没有经过第1次浇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盆面上有几颗小的苗，只是一个小芽。回顾一下，这是当时的照片，上面的芽很小。经过了2次水过压壁式的浇水和2次加了高磷钾肥的正常浇水之后呢，这些小芽迅速的长大成小苗。现在转来看一下，总共有5个小苗，这5个小苗就是明年开花的主力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就不应该再使用这种高磷钾的肥了。因为我们现在看这盆花，花苞的形状已经很明显了。这些花苞由原来的一个点，它可以分成2个、3个，甚至是4个的花苞。这里我们看到呢，我这里多数的都是3个花苞，这个是4个。到了这种状态，它就不会再分多几个出来，它只会像这里长大而分开。在它从一个小点变成几个花苞，这里是4个，这个时候它就很需要磷肥。所以到了正常浇水的时候，我就加了这种高磷钾的肥，它的比例是6:30:30。再看这盆花这么多的花芽，如果没有足够的磷肥，它一个花芽可能就分化成1个花苞或者是2个花苞，那么跟分化成3个和4个花苞，那是不是相差很远呢？所以想看到这种结果，这一步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当花苞明显形成之后，我就改用了这种氮磷钾比例均衡的缓释肥，而高磷钾的肥只能是快速的催大花苞，花也谢得快，也照顾不了盆面上的小苗，所以我就改用了这种缓释肥。而这种缓释肥就可以全面的照顾整盆的兰花。它是小颗粒状的，这样子用半茶匙在盆面上均匀的撒上，尽量做到均匀。这种缓释肥使用非常的方便，我们把它撒在盆面上就可以了。每一次浇水就从盆面上浇，水经过这些肥，就会给整盆的兰花带给肥力。这种缓释肥的肥效是3个月，所以现在加上去之后呢，一直到它的花谢了，都不需要额外的给它加其他的肥料。有人认为花苞形成之后就不需要施肥了，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。看这里，
这里是4个花苞，是从这么一个小点变过来的。在这个过程就需要很多的磷肥，还有到了现在这种状态，如果不额外的给它肥料的话，这个小点可能就不长了。还有这些小苗也都需要营养。现在再来看这盆水培的，在这个阶段我还没有给它泡水，但是我会每2天就把它拿出来，在水龙头底下把它所有的根都冲洗一遍，然后把它放回瓶子里面，就像平时水培晾根一样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小芽，但是呢现在又是在催花的阶段，所以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花芽都还没有分化，只是一个芽点。这个时候呢不能太湿，所以呢我还不给它泡水，但是我会用这种高磷钾的肥开水，但是呢不是把它泡在根上。因为现阶段就像水培的干根的时候的状态，如果直接用肥水的话呢，根就很容易烂，而且呢很容易发霉。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它倒过来，用肥水喷在这个枝条上。倒过来喷，一来就是叶被吸收的更好，二来肥水不会流到根上。就这样把它放回，一直等到它看到明显的花苞，像这样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水泡了。再来看一下瓶子底下根的生长情况，这里可以看到不少的根都已经长有水晶根头，这说明它已经恢复正常的生长，需要水和肥。这个时候我会用海藻叶、钙镁补充剂加水来泡根，水位不用太高，大概1寸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上面的根太干的话，可以用水喷雾，或者是拿到水龙头底下冲一下。这就是整个催花的过程，剩下的我们就是静待花开，等花开的时候再请大家来欣赏。我还会对春石斛催花做一个全面的总结，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观看，谢谢。